对台湾的产业来讲，大家一定要记得，从创新去创造高附加价值才是未来的正道。如果大家只是从产能的扩厂当中呢杀价求售，我相信你把整个产业杀到红海都不容易见到止跌。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这礼拜我们来看全球最震惊的一则消息是，苹果呢宣布它的泰坦计划呢，经过10年之后呢，那么现在失败，那么意味着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节目，带大家一起追踪全球政经趋势以及了解产业状况。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不管您是加入频道会员，还是针对节目留言赞助，都能支持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苹果在未来的造车的路上呢，那么到这个地方呢打下了休止符。这个报纸用了苹果造车安息吧。我们大概用一句大家经常形容了10年一梦啊，这个造车梦碎啊。换句话说呢，苹果的造车计划呢走到这里为止。这个也告诉大家，现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呢在凸显造车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在2014年苹果决定要介入 Apple Car 的时候呢，当时的马斯克啊也告诉大家，他说这个做车啊不像是一般做手机那么单纯，他说在整个造车的生态系呢相对复杂，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看到在过去的10年，从2014之后呢，其实苹果一再拖延 Apple Car 的计划，但最后呢他放弃了。那么整体来讲，苹果他决定把所有的资源呢用来作为生成 AI 的发展啊。换句话说呢，苹果在 Apple Car 现在做不成以后呢，它将来一定集结重兵在 CarPlay 上面呢来做一个车载，包括导航，包括车载的娱乐呢各项装饰，我相信它会全力以赴。所以我们在这个回合当中啊，大概也可以看到，苹果现在退出造车以后呢，它将转向 AI， 也告诉大家未来的竞争啊会更加的激烈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各项的电动车啊是花枝招展，在设计上现在不断的在翻新。这个是在去年1月美国拉斯维加的消费性的电子展，小鹏展出的它的 Aero 那这个是设计的线型非常动态感，这个是未来智能车，这个也是在中国不断的在促销。小米的 SU7 汽车啊，在西班牙的世界通讯移动大展当中啊，它也展出了，这个也是非常的流线型哦。这个是深蓝汽车，这个在各种造型当中啊，中国汽车呢是用尽各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全世界的汽车的产能过剩，尤其像比亚迪已经进军到全世界了。这个产能外溢的效果，大家要高度的关注。现在对中国电动车来讲，这一次比亚迪的秦 Plus 售价呢是79800块人民币，大家如果换算的话呢，大致上就不到50万台币。所以这样的一个车系跟价格，我相信它会让全世界都吃不消。美国商务部呢，雷蒙多部长最近站出来讲，他说中国的汽车的杀价战争呢，会把全世界的车系呢大概都撞毁。同时他认为中国的电动车啊，负责收集资料跟各种数据呢，会危及到国家安全。那欧美将来如何对中国的电动车，除了在关税壁垒之外呢，如何设限呢？这是一个大家可能要研究的课题。另外一个呢，在价格杀戮当中呢，它已经从电动车延伸到更上游，这个是宁德时代呢2年市值蒸发9600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现在的硫酸锂的价格是不断的在大跌，而宁德时代最高692，现在最惨跌到140块人民币。这个同时啊，我们也看到这个赣锋锂业呢，从224块呢，现在杀到32块4，这个都是一个长期的价格下跌的杀戮战场。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杀戮的形态呢，现在无所不包。大家可以看到 Apple 现在在中国的市占率 17.3%， 但是呢后面追了一大堆这个追兵啊，大概都在17到18、13.6、15%。从小米、vivo 到 OPPO 到荣耀，所以苹果在中国的
市场的这个销售呢，现在看起来面临非常大的疲态。这当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经过这样的压缩之后呢，苹果的市值啊，其实在2020到2022年呢，苹果的市值从 1.23 兆追到 2.37 兆，到去年它已经顶到了3兆了。但是到了3兆之后呢，苹果大致上呈现一个后继华丽的这种态势，所以苹果在今年它已经从199.82呢，现在跌到179美元。这个也告诉大家，现在苹果所面临的压力呢，来自中国市场的萎缩。而中国市场萎缩啊，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在最近的新闻当中啊，瑞幸咖啡在第2季的财报，它表现非常亮眼，他说它已经超过了星巴克了。那星巴克在中国面临更大的压力跟阻力，也造成股价呢长期不断的在下滑。这是斯拉巴克呢在攻占全球当中啊，它现在在中国也大概踢到铁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回头看巴菲特呢，在第4季他卖出1000万股的苹果的股票，现在账上还有9亿0560万股。而巴菲特呢，因为第4季的操作非常好，他净利啊375.74亿美元。那么大家知道，在2022年美国股市的狂跌当中啊，伯克夏在2022年的会计年度它亏损227亿5千万美元，现在一个季度呢赚了375，而全年呢它总共获利是达到962亿。这个962亿美元，大致上呢，他告诉大家，巴菲特呢现在说，日本5大商社呢变长期投资不卖的，同时呢西方石油他也不卖。换句话说呢，巴菲特在能源股的布局有高度的坚定的信心。另外一方面呢，日本股市在连续创新高之后呢，巴菲特也坚持不卖。这个到目前为止，巴菲特投资日本5大商社啊，已经为他带来80亿美元的获利了。这个也告诉大家，当全世界都看坏的时候呢，其实在伯克夏的股价这一次涨到62万1800多，那么市值呢推进到9082亿美元，也是让大家出乎意料之外的。巴菲特操作的公司股价能够上看1兆美元，这是不得了的成绩单啊。而巴菲特在第4季的持股当中呢，他大卖派拉蒙这个是影视的公司，同时呢减少苹果的股票。那么大致上这是一个对苹果来讲，是不是巴菲特的卖出啊到一个重要的起点？那么大家也可以稍微回顾一下，22年的第3季呢，巴菲特账上突然增加了6010万股的 TSMC 的 ADR。但是呢，一季之后呢，他把它卖到剩下819万股。这个卖下来之后呢，到23年的第1季呢，他已经全部清光了。巴菲特卖出台积电的理由呢，是他说地缘政治。这个地缘政治其实也让巴菲特少赚很多啊。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地缘政治的压力当中呢，台积电在4个季度当中啊，它表现非常好。到第4季，它的 EPS 达到 9.21， 所以它赚了2387.1亿。全年呢，台积电的 EPS 32.34美元，这是在台积电呢，除了2022年它赚了 1.0165 兆39块2之外呢，那么在2023年它也交出一张历史上第2高的成绩。而今年看起来在 AI 的发展的效益当中啊，现在我们大家看到全球晶片销售，大概美国的半导体协会呢预估会连增 13%。这个 13% 呢，台积电会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的 AI 供应链当中的重要成员。所以日经的新闻在讲，他说错失战略转折点，使得 Intel 呢败给台积电。而经过36年，台积电呢在23年成为全球最大半导体制造商。这个时候呢，大家看到这个魏哲家他说全球要超越台积电呢门都没有，他非常有信心。那么台湾在过去这1年，我们也看到台湾的出口呢曾经连续14个月下滑，但是到去年的10月之后呢，开始明显上涨。1月份台湾的出口 371.9， 大概成长 18.1%。台湾在今年正式进入到一个成长的态势，而上市公司啊，现在获利开始明显的上来。所以我们大概看到，在今年其实整个景气，包括主计处呢，给台湾今年的 GDP 的成长到 3.43%， 表现比大家预期中来好。那我们看到 Chris Miller 晶片战争的作者，他讲中国产能过剩呢，它会侵袭到全世界。所以他说，在这一端中国产能开出以后呢，低价的晶片呢，在成熟制程，这个会造成一个杀戮。我们看到中芯国际的业绩啊，每况愈下。如果从股价来讲，全球半导体股价创新高，但是呢，中芯国际在香港从 40.25
也跌到相对的低点，现在回到14块多啊。华虹的股价呢，从 64.65 现在杀到15块左右。而我们也看到，在现在全世界分成2个阵营，一方面呢，美国的科技创新带领全世界在奔驰，而中国的产能过剩的杀价呢，现在正在杀入全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钢材现在出口比2022年呢要低 32%， 这是大家要非常高度关注的。台湾如果生产一般的粗钢，看起来蓝碗颓势，所以2024年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新的格局。一方面呢，美国的股市在高档，但2024年呢，美国通膨会降温，但是中国会把通缩输往全世界。一方面呢，中国的电商拼多多啦、天猫呢已经大概席卷到东南亚了，那印尼、印度呢都把中国的电商 APP 呢下架。另一方面呢，美国的科技七雄啊，明显碾压中国的科技股。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从面板开始到太阳能电池、LED 到石化原料、钢铁，现在连养出你看到新希望或牧原股份的股价呢都大幅的下滑。所以在未来的新时代，大家要高度关注的科技创新跟产能过剩的杀戮呢，完全走向2个极端的市场。对台湾的产业来讲，大家一定要记得，从创新去创造高附加价值才是未来的正道。如果大家只是从产能的扩厂当中呢杀价求售，我相信你把整个产业杀到红海都不容易见到止跌。中国一年啊生产7亿只猪，但是呢所有养猪的业者大家全部赔钱。中国的汽车呢现在杀入全球，但是呢我们最近也看到日本的 Toyota 呢股价不断的上涨，但是它相较于日产跟三菱汽车呢股价的大跌，日本也开始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了。换句话说呢，同样在钢铁公司，日本很多的像神户制钢、大同特殊钢股价不断创新高，汽车当中呢丰田不断创新高，但是呢日产跟三菱不断创新低。这一种创新高跟创新低啊，呈现一个态势，一个就是你在产业当中你不断的透过创新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股价是向上的。但是如果大家在这个产业当中呢没有创新追求产能这样的一个杀戮呢，可能永远没有到尽头这个是在未来投资2个端点当中大家一定要高度关注的。当苹果开始推出造车以后呢，也告诉大家未来的电动车很可能是2024当中杀入最惨烈的市场，值得大家高度的关注。今天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